儿。你已绑定万界宗门中介系统，首单倒计时7天，加油哦！因为在此修仙世界有很多优秀的弟子因找不到门路，从而无法修炼。您的任务就是帮他们进入宗门，从而获得奖励，在此世界生存。我衣服呢？我手机呢？你是说我变成从未有过的仙图龟绘画师了？好，我死了。违规占道练剑，罚款3块零食，下次再犯翻倍。这已经第3回了。上古功法，有缘者得之，绝世神通，错过再等500年。这不是义乌小商品城吗？小姑娘，这条街归我们照，保护费1天1块零食。算了，管我屁事。各位道友，打人犯法，不是打人伤和气，不如听我说2句。各位想想，收保护费也是做生意，做生意讲究的是长线合作。你们今天把人吓跑了，明天他就不来了，后天你们收谁的去？不如这样，你们先让他卖完今天，我保证他明天还来，你们天天有的收，这叫可视发展。好像有点道理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小棠。温馨提示：首单客户已锁定，但该客户对您的好感度为-10，原因是您刚才抢他一颗糖葫没给钱。啥？好一个白眼狼！刚救了你就腹黑我吃东西没付钱，还有你这个狗系统！第一条人力资源的项目居然是在6天23小时内给他找东家。温馨提示：亲，-10哦！您抢他的糖葫芦没给钱呢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多少？1颗1块零食。那什么，能不能赊账？不行。我可以帮你卖糖葫芦还债。你卖得出去吗？你就不懂了，我专业卖东西的，房地产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比糖葫芦贵多了，一套房够你吃一辈子糖葫芦。好感度更新，好感度增加，当前好感度为0。成了，0了，不亏了。宿主觉醒每天能检测3名弟子天赋，今日还剩3次。系统，扫描他。正在扫描目标96、97。什么情况？目标苏小棠汤灵根类型杂灵根，资质评级平庸，建议推荐3流宗门。杂灵根？就这？算了，首单嘛，有就不错了。3流宗门就3流宗门，先忽悠进去再说。小唐啊，你想不想换个地方卖糖葫芦？换哪儿？宗门，就是那种有食堂、有宿舍，还有人管饭的地方。食堂饭好吃吗？那必须的，修仙界的食堂，0米0菜，吃了能长个儿。真的？真的。我手上正好有个宗门，性价比超高，适合你这样的人才。啥人才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这天塌下来，我也能给你顶回去。那我都听你的。去，明天一早我带你去青云宗，包你满意。震惊！震惊！这居然是混沌圣体！我刚是不是看错了？再扫一遍确认。确认了，混沌圣体，天道禁区级体质。完了，他不会察觉吧？不管了，删了。对外只显示杂灵根们。杂灵根也有市场，就说它兼容性强，能适应各种岗位，吃苦耐劳，有服务意识。对，就这么写。食堂在哪儿？别急，先进去再说。护山阵看开啊！敌袭啊！怎么回事？师祖，护山大阵，他一靠近就响了。我要看食堂。带他去看。那是什么？糖醋灵牌。
堂饭天天都有这个？啊，早中晚3顿，0米管够，菜式轮换。今天是糖醋灵排，明天是红烧灵鸡。我加入。这就对了，我跟你说，青云宗绝对是食堂好吃。也行，理由不重要。就算是天赋尚可，但是考核还是要走的。考核？入门弟子需过3关：灵根测试、性考核、剑法基础。这灵根测试系统扫出来是杂灵根，一测不就露馅了吗？明日辰时，演武场。等等，白真人，咱们商量个事儿。在考核之前，我想先给您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您看，优势，青云宗灵脉充沛，师资雄厚，有您这位元婴期真人坐镇，这叫核心竞争力。我们青云宗招生渠道单一，全靠口碑，没有系统化宣传。天剑宗去年搞了剑道体验营，光是报行费就收了5万灵石。师兄，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继续。咦，这不是师兄你年轻时候的样子吗？这是我们的差异化战略，青云宗修仙界的100年老字号，不走量，走质。我们要打的不是招生多，而是成才率高。您想想，一个复合型人才放在青云宗，那就是活招牌。师兄，你感动啦？没有。入我门下。啊，食堂饭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加入。那是什么？唐突露云？还挺好看。这位道友，你有货源渠道吗？我是中介，不是供应链。那你知道谁有糖葫芦卖吗？当天下午，食堂的糖葫销量暴涨300倍。挑一本测理灵根。食堂早饭还有吗？先挑功法。好烫！松手！我饿了。还行。什么情况？好像是那个中介，他怎么了？我好像突破了。叮，首单结算成功，佣金比例1%，本次获得修为炼气1层。温馨提示：亲，弟子在宗门每涨1层，您自动同步1%哦。建议持续跟进客户成长进度，做好售后服务哦。1层？他刚才连破3层，我拿了1%就是1层，那他现在是炼气9。拓展合作总部至3家，倒计时30天，失败则修为清零。多少？30天哦，亲。这位道友，我是万界宗门中介所的，想跟贵宗谈个合作。贴线信呢？什么贴线？没有贴线信，不让进。下一个。第一家族。炼气1，对，我是中介，专帮贵宗推荐天才弟子。你一个炼气1的中介，有什么资格推荐弟子？我推荐过的弟子在青云宗连3层，青云宗那种3流宗门，也配跟我们比？骗子滚！我还没说话呢，你脸上写着骗子2个字儿。我们只收用剑的。用剑的，我也会啊。
下一个。12家，全被拒了。没有推荐进，没有行业背后，连炼气1是靠人家小姑娘突破蹭来的。系统有没有什么隐藏功能能帮我？亲，建议您提升自身专业度哦。就这？温馨提示：专业度包括但不限于修为、口才、行业背书、往期成功案例。您目前修为炼气1，成功案例属1，建议继续努力哦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亲，要对自己有信心呢。这位道友，了解一下宗门推荐服。这位道友，性价比超高。你是那个帮青云宗推荐弟子的中介？您认识我？青云宗石堂长道是我老姐妹，她跟我说过你。对，就是我。清风欠我20块灵石的房租，你帮要回来。我给你介绍小宗门资源。您是周婆婆，杂物宗宗主。请问清风宗宗主在吗？我就是。你是？周婆婆让我来的。她说贵宗欠她20块灵石房租。周婆婆，她让你来催债的。道友，我们不是不还，是真的穷。灵脉枯了，3个月前就枯了。我们把山门匾卖了，换了3袋米，吃了半个月。那你们现在吃什么？野菜，山脚挖的，运气好能挖到几根灵笋，拿去集市换点米。这哪是宗门，这分明是贫公窟。道友，你回去跟周婆婆说，再宽限我半个月，我一定想办法凑齐。你半个月能凑齐？凑不全，但我总得说点啥。帮他们找金主投资，比催债划算。你们宗门的弟子底子怎么样？底子，灵根、修为、天赋这些。弟子甲是木土双灵根，炼气7，能催熟灵植，种菜一把手。弟子乙是水灵根，炼气5，会点基础的炼丹术，能熬点药汤。弟子丙，他灵根测不出来，瓶颈期，卡在炼气2、3年了，但脑子灵光，记性特别好，能背下整本灵芝图鉴。这不就是人才吗？人才有什么用？没人知道我们。山门匾都卖了，谁来拜师？你们缺的不是人才，是曝光渠道。啥？你们需要一个金主爸爸，有人投资灵石，帮你们修灵脉、盖山门、打广告，你们就能招到弟子，招到弟子就能还债。金主爸爸？对，就是那种有钱的散修，或者想投资宗门的小商会，他们出灵石，你们出人，大家一起赚钱，这叫双赢。还能这样？为什么不能？你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？先写个融资发话，内容包括宗门优势、现有弟子素质、灵脉修复方案、预期投资回报率。哟，还真来了。周婆婆，灵石的事儿我不急。融资计划术，这孩子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欠我的银鳞不急，你先让他帮你搞起来。哎呀，婆婆给你指条路，剩下的你自己走。别急，我在写。写啥？融资计划术的行业前景部分。清风宗正处于灵脉结构调整期，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经阵痛。山匾已售，属轻资产运营，灵活度极高。弟子自挖野菜，克己自足，是典型的生态闭环。这叫差异化包装。可我们是真的穷啊！穷就对了，穷才有故事可讲。你等着，我叫上你一起去路演。这位是林修远，他说能给咱们小东联盟拉投资。炼气1，你咋不自己去修？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，
我负责找钱，你们负责修炼。瞧瞧，他帮青云宗推荐过弟子，那姑娘入门就破3层是真的。各位道友，我手里有一份清风宗品牌升级计划，投资回报率预估300%。灵脉枯了，山门扁卖了，弟子挖野菜，你跟我说回报率300？这位道友，您看问题很准，但枯灵脉说明什么？说明土地肥沃，灵脉早晚是复苏，脉扁是轻资产，省了维护成本。挖野菜那是自给自足，零成本伙食。你继续说。清风宗现有弟子3人，木土双灵根、水灵根各1，还有一个能背下全本灵植图鉴的，这叫小而精的潜力股。只要有人投一笔灵石，修复灵脉，重塑山门，再搞个灵植体验营招新弟子，3年内一门3弟子能变成一门30弟子。他算得挺快。风险系数5个点，您觉得呢？投资回报率预估300%，但风险系数5个点，可以投。风险系数这么高你也投？因为你是第一个敢跟我说差异化竞争的人。清风宗投500块灵石，杂物宗投300块，采药门投200块。3家都签了，小宗门联盟嘛，我全投了。修远，可是有了好消息，成了，成了。拓展任务完成，解锁新功能，客户档案，天赋初筛，系统论坛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系统任务越来越离谱？我系统让我去给剑宗送外卖，说是跨界合作。兄弟，我这边更离谱，系统说本月 KPI，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惨。什么破系统？比惨大会吗？猎头系统，竞争这手出现了。该开用信息。什么？您当前等级无法查看该用户信息。怎么还带防 K 的 ？V 3.0，我这才 V 2.0，人家已经3级了。天道再平衡计划，这是什么？我眼花了？不对，我明明看见了，又是权限不足。天道再平衡计划完成度0.3。得赶紧升级了。还有谁？我再来。不是你炼气3层都不到，跟我打什么？我就想试试。兄弟，你打不过他的，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打？我妹赵翠花，你妹炼气天才，炼气大宗入门费要50块灵石，我攒了3年，还差10块。我打1场擂台，赢1块灵石。今天打了5场，赢了3块，输了2场，没亏。你妹知道你在这儿打擂台吗？不知道，她只管练气，别的事儿别管。
周婆婆说过，有个躺平宗，宗主贤真人，全宗11口人，每天睡到日上3竿。兄弟，我给你介绍个宗门，想不想去？什么宗？躺平宗。躺平宗？对，宗主贤真人，人挺好，就是懒了点儿。能攒灵石吗？能。那我试试。谁啊？我找贤真人，宗主在睡觉。这宗门真够躺的，能进就行。谁呀？大清早的。贤真人，我是万界宗门中介所的，给你推荐个弟子。炼气3层，天赋中下，但人很努力。我们宗门不努力。别急，听我说完。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收他。虽然是躺平，但也可以躺出风格，躺出特色。你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？明天再说。啊！收了！你搞的品牌升级什么时候开始？我全宗都被吵醒了，你负责。我负责。你不用睡觉吗？练完这趟就睡。抗议没用，装死没用，封院没用。我靠，这谁受不了啊？都第3天了。贤真人，这么早啊？你推荐的什么人？张铁柱啊？怎么了？他天天凌晨4点起来练剑，把全宗11口人全吵醒了。那你们也可以早点睡啊。我们睡到中午。那你们调整一下作息。调整作息？我们躺平宗建宗40年，从来没在辰时前醒过。我试过抗议，他不听；试过装死，他把剑练得更响；试过封院，他直接在院子里练，把石板都劈碎了。那要不你换个思路？什么思路？你们也可以卷啊。宗主不会疯了吧？正常，谁被炒3天都得疯。我悟了。啊！我们不是不卷，我们是要躺着卷。这叫躺着练气法。躺着也能修炼，效率只比坐着低10%。听铁柱，你过来。你也躺下。我不习惯躺着练。那你习惯站着。这，别说话，练你的。又怎么了？你那个品牌升级还搞不搞？搞啊！你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我注册了躺平宗躺着练气法的商标，全宗上下都开始练了。你躺着卷？躺着卷，卷得比他们站着还舒服。你那个品牌升级，我打算把躺着练气法推广出去，让全修仙界都知道。
躺平也是一种竞争力。这老头真行。红色加急任务：清风宗将在7日内被魔教分支血煞堂灭门，请宿主启动救援预案。救援预案？我一个炼气期，拿什么救援？本次任务失败，修为清零，宿主将被抹杀。确认了，血煞堂看上的是地下那条隐性灵脉。灭门抢地盘，这帮人真够狠的。7个炼气期的孩子，我一个炼气9的废柴，拿什么救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跑这么急干啥？婆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血煞堂要灭清风宗的门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他们看上了清风宗底下的隐性灵脉，7天内就要动手。那些孩子才炼气期。我知道。清风宗宗主那3个弟子，最小的才12岁，连剑都还没摸熟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找人。钱掌柜，这次机会千载难逢，晚了就没了。风险系数5个点，能投？可以投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光靠我们几个老骨头不行，得雇佣散修安保队。我认识一个叫赵体柱的，散竹擂台打了2个月，没输过几场。他手下还有一帮人，都炼气7、8的样子。赵体柱，你认识？他现在在躺平宗。躺平宗？那个天天躺着睡觉的宗门？他们现在躺着练。行吧，反正出钱的是我，你只管喊人。真人，清风宗就7个炼气期，血煞堂至少有3个筑基期长老。我知道，青云宗出3个长老。啊？3个金丹期长老，够了吗？够了。别谢我。我是看在苏小棠的面子上，他最近老念叨你，说中介哥哥好久没来看他了。真人，我去忙你的吧。来了，这次又是什么事儿？清风宗要被灭门了，我找人帮忙。灭门？血煞堂7天内动手。我全宗11口人，打完回来补觉。反正躺着也是练，出去打一架，活动活动筋骨。我不是中介吗？中介就是搞资源调配的。林道友，这些都是你叫来的？我不是中介吗？中介就是搞资源调配的。就你们？还有我。炼气9？对，但我嘴皮子厉害。这道友，咱们商量个事儿，你们血煞堂有没有考虑过灵脉租赁？灵脉租赁？堂主，别听他废话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。给我打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注意左边！右边也有，右边，右边，那个谁，你把盾举高点儿。哥哥，你说的是左边还是右边？
右边。他不是炼气期吗？筑基期被一剑劈飞了。哥，我是不是打错人了？没打错，就是你打的那个人。撤。结束了。战术指挥懂不懂？哥哥，你刚才喊的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战术需要，不能提前暴露。哦。谢谢各位救命之恩，谢谢林道友，谢谢各位。别，起来说话。我也就是。警告，检测到重组系统信号源。我知道你的系统在做什么了。天道在平衡，你以为你只是搞笑？你是天道的市场部。你谁？猎头系统宿主，编号008，柳如烟。你猎头系统？苏小棠是吧？你跟我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苏道友，你的天赋潜力在我数据库里排名第一。青云宗能给你什么？3年内筑基太慢了。来天机阁，我保证你1年内结丹。可是我食堂还没吃腻。什么？青云宗的食堂，糖葫芦不限量，还有红烧肉和烤鱼，我还没吃腻呢。你知不知道1年内结丹意味着什么？知道啊，能吃更多好吃的。你跳槽吧，我重建天机阁的食堂，天天给你换花样。我中介哥哥说跳槽要综合考虑。你这个中介哥哥，他懂什么人才战略？他懂食堂。你知道你的那个中介哥哥是什么人吗？他以前卖房的。卖房子的怎么了？他根本不懂修仙界的规则。他懂食堂。这位道友，公平竞争，不要诋毁同行。谁诋毁你了？你刚才说的，我都听见了。听见了又怎样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这位道友，你说的不错，我确实不懂修仙界的规则，但我懂人才。苏小棠在我这儿，她开心，她愿意修炼，她愿意信我，这就是人才战略。人才战略？你连人才测评报告都不会写，你跟我谈人才战略？我写的是预检。你那叫自检，你那叫鬼画符。你们俩要不要先吃饭？食堂快关门了。你就是那个中介系统的宿主。你以前做什么的？房产。卖房子的。对。我做过3000人的裁员方案，你卖过几套房？6套，半年的量。下次见面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专业。专业是吧？我有我擅长的。我擅长让人吃饭。柳大人，东西都发出去了。第一批覆盖多少？370份定向邀请，散修市场周围200里，但凡是测过灵根且未入门的，都收到了。他那个鬼画符怎么跟我比？这排本比我 PPT 做得好。你看这数据，你看这图表，还有这灵根进阶路线图。我靠，我那个清风宗品牌升级方案就是坨屎啊！不行，不能让他把客户全抢了。他有数据，我有人情，他精准打击，我地推扫剑。婆婆，帮个忙，
哎呀，你这孩子又出啥事儿了？搞个集市招生节，免费测灵根，免费试听课，报名送零食补贴。免费测灵根？你疯了？测一次10块零食呢？所以才免费呀。婆婆，你想想，散修们平时测一次灵根要花10块零食，多少人舍不得测？我这边免费，他们肯定来。然后呢？测完灵根，发现有天赋的，我就推荐给咱们小宗门联盟，报名就送零食补贴。那零食是钱多多偷的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脑子转得真快。行，婆婆帮你搭台子。免费测灵根，免费试听课，报名送零食补贴，先到先得，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要您来测灵根，说不定就是下一个天才。真的免费，不用交零食啊，分文不收。测完灵根，不管有没有天赋，都送您一本修仙入门指南。这位道友，您灵根不错，适合清风宗，他们那儿灵脉好，食堂也还行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刘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那个林修远在散修市场搞了个招生集市节，免费测灵根，排了300多人。300人，免费测灵根，他怎么敢的？他哪儿来的零食？好像是一个叫钱多多多的商人投的。钱多多，那个只认投资回报率的商人，他居然投这种亏本买卖。小的不知。哥，好多人啊！还行，正常操作。杂物宗那是啥宗门？哎呀，杂物宗虽然小，但灵脉好，管吃管住，还有食堂，糖葫芦不限量。柳如烟有大数据，我有婆婆，这修仙界的事业也是慢慢的搞起来了。不过这装扮咋看也不符合现在的人设啊，怎么看都不靠谱。走，也该给自己置办一身行头了。这样才对嘛！这材质，这做工简直是完美啊！修仙世界，准备迎接现房产销售能力的震撼吧！你们是不是被柳如烟评估为 B 级以下？他发了个规划书，说我们灵根一般，建议我们考虑辅助型职业。辅助型职业，他那是忽悠你们。你们听我说，灵根评估不全面，他那个系统只识别标准灵根、变异灵根、隐形灵根、复合灵根，他全判低分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这边有免费测灵根，测完要是发现没有隐藏天赋，我给你们推荐更好的宗门。行，我们信你。走，先测灵根，再吃食堂。柳如烟的系统只识别标准灵根，那他那个呢精准打击不是白费了？系统，问个问题。亲，您说，为什么我的系统扫描维度比柳如烟多？亲，因为您的系统加载慢，所以权限高哦。这逻辑，加载慢的反而更牛逼。孩子，趁热喝。亲，检测到柳如烟猎头系统的人才评级记录存在漏洞，他只扫描标准灵根、变异、隐性、复合灵根，全部判为 D 级哦。D 级，那不就是废柴吗？对，但您的系统加载慢，权限更高，能识别这些废材的真实潜力呢。D 是吧？我这就去捡漏喽。你这火灵根，测试说我是隐性火灵根，但火焰温度太低，没法炼丹，没法炼气，只能点烟呗。灵根纯度89%，这简直是天才啊！小伙子，你听说过生活类修仙吗？啥？哦，你这是一心二用啊！嗨，我灵根是复合性的，能同时运行2套功法，但测试说我没用，说打架不能同时用2把剑啊。复合灵根可同时运行2种不同属性的功法，潜力评估 S 级。打架用不了2把剑，但可以一边煮茶一边沏茶，生活类修仙，妥妥的人才啊！你灵根是双属性，水和木，但属性偏弱，被木属性压制哦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闻出来的呀。我灵根变异了，能闻到别人的灵根属性，但测试说我是 D 级，说闻灵根有什么用呢？有用，太有用了！你们3个，我签了哦。条件：免费住宿，包3餐，还有临时工位。
周婆婆那里的小宗门联盟给你们安排哈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你们天生的天赋不是废材，只是没遇到对的人罢了。刘总，林修远在散修市场签了3个散修。什么级别的？D级？他签D级散修干什么？他说这些都是人才，只是被您的系统误判了呢。哼，我系统扫描了10万次，不可能出错。他那是捡垃圾，不是捡漏。派人去拿着专业测评报告当场拆他的台，我要让他知道 D 级就是 D 级，变不成 A 级的。林修远，刘总让我来给你送个礼物。哟，刘总还惦记着我呢。哼，刘总让我告诉你，你签的这3个 D 级散修，他系统测评了10万次，不可能出错。这份报告就是证据。小文，你闻闻它是什么灵根呀？它灵根是普通雷灵根，测评报告上写的是变异雷灵根哦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呀，你身上雷灵根味道很淡，就是普通雷灵根，没有变异特征的。刘总系统连真假都喷不清，回去告诉雷大总，第1级不一定废材 ，A 级也不一定真天才哦。数据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刘总，那个能闻灵根的女孩，她当场闻出我的雷灵根是普通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D 级能闻出灵根真假，这不可能，我的系统不会错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决定把你们送到一个最适合你们的地方哦。什么地方呀？躺平宗，一个能包容一切特殊灵根的宗门哦。警告：柳如烟已启动系统升级计划，3天后您将失去系统漏洞权限。前辈，我妹要被开除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谁？你妹？炼气大宗说她态度不端庄，要她卷铺盖走人。啥态度不端正？他躺着练气，躺着。好了，别吵我。他刚才练了3把上品飞剑。你看看他躺着练，成何体统？长老，他躺着练效率低吗？比其他人高2倍。那你们开除他，是因为他态度不端正？对。关我啥事？妹子，他们不要你，哥给你找下家。下家有食堂吗？有，每天供应8顿饭。8顿？别，有话好说。那你说说他哪儿不行？就是态度。态度怎么了？他效率高，产出好，你们不要产出，要态度。那我走。弹性坐班行不行？怎么个弹法？他躺着练，每周教5把飞剑就行。5把？之前不是3掌吗？4把，不能再少了。4把也行，反正我躺着1只手就能练。前辈，谢了。没事，小事。哥，你这中介借哥靠谱。这个送你。这啥？一次性爆破飞剑，捏碎了能炸，威力相当于金丹期全力一击。你发明了多少个？防身的、炸门的、炸山的、炸人的。修仙剑要工业化了，以后谁欺负你，我炸谁。这妹子是真靠谱还是真危险？300岁练气机，你这不是修仙，是养老吧？这位道友，你笑啥呢？哈哈，他们笑我，我也笑。系统，扫一下。目标顾长安生，321岁，炼气期3层，灵根属性异常，检测到情绪灵气吸收倾向。情绪灵气。
谢谢。你刚才说你灵根被污染了？只能吸收情绪灵气，别人开心我才勉强。可修仙界哪来的情绪灵气？不修炼，反正修不上去，笑一笑算了。污染？不对，这词不对。系统重新分析，这不是污染，是变异。亲，分析结果修正中，确认灵根变异类型情绪共鸣型，修仙界罕见，适合专究情绪类功法宗门。我就知道。哈哈哈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灵根没废，是修仙界没匹配上你。哈哈，这牌子挺有意思。见过宗主。来了，坐。我带来一个人，他可能适合你们宗门。哼，我？这什么情况？收了，你是我见过最适合快乐宗的人。哈哈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这种人天生就来我们这儿的。今天是我300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。你本来就有用，只是没人懂你。行了，我走了。等等，我没法报答你，以后你遇到麻烦，我帮你笑。这笑容怎么越看越不对劲？你进门能不能敲个门啊？看看这个，百年竞业协议，不得加入其他宗门，不得泄露天机阁功法，离职后10年内不得从事相关修行，若违约需赔偿灵石100万，且永久封禁灵根。这不是竞业协议，这是卖身契啊！这是天机阁最新的人人足以方案。你管这叫引进？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做这种方案？因为这是最好的方案。最好的方案？你把人锁死100年还封灵根，这叫好？你懂什么？人才流失的代价你算过吗？你算过人才被锁死的代价吗？你就是那个所谓的中介？正是在下。听说你帮散修找宗门，还挺能折腾，哪能跟天机阁比？我这小本忙一罢了。你一个中介，有什么资格谈条件？各位长老，咱们心平气和的谈。这个竞业协议年限太长，还有封灵根这条款，实在不合适。人出于孝术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改方案？第一，竞业年限从100年改成30年，合理吧？30年就30年。还有，封灵根条款取消。封灵根是我们的底线，取消也行。中介哥哥，我刚才没做错呢吧？你差点把天机阁拆了，你说呢？哦，那下次我不碰桌子了，我碰墙。别碰了，你碰什么碎什么。那好吧，那下次我什么都不碰，就站着。猎头系统到底是谁啊？猎头系统的宿主自己找上门了。亲，您当前等级无法查看该用户信息哦。什么？权限不足？
2.0都不够看。亲，权限不足，无法发送信哦。这破系统防我跟防贼似的。天道再平衡计划完成度0.7，警告：反平衡势力正在激活。检测到重组系统信号源。重组系统是什么？另一个飞升失败者的遗产。他的方案是把所有人修为打散，从头再来。打散重来。对，我是市场调节，他是暴力改革。所以你们是竞争对手。市场调节，暴力改革。那重组系统是什么？竞争对手的销售部。重组系统信号源在哪里？亲，当前权限不足，无法显示。但系统检测到信号源正在靠近玄天大陆，预计30天内抵达。30天，30天，30天之后，那个暴力改革家伙就要来了。我就一个中介卖房的，我拿什么打？1个月了，顾长生应该适应了吧？不对啊，上次来隔着1里地都能听见笑声。水，给我口水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可算来了啊！宗主，你们这是被抢劫了？比抢劫还惨呢！你带来的那个人顾长生，他笑得太厉害了，把我们全宗的快乐情绪全吸光了。啊！我当初推荐他来快乐宗，是让他来修炼的，不是让他来吸血的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唉，还在笑呢。我1个月从筑基到金丹，这速度比苏小航还快。哈哈，林兄你来了呀！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呵呵，我也搞不懂，就是笑的时候，好像能吸走周围一切开心的东西，就是有点控制不住呢。你以后别笑了。不行呀，我面瘫笑不出来也得笑。那你笑的时候能不能稍微克制一下？哈哈，我试试。完了，这家伙进化成恐怖武器了。你那个朋友以后不能在快乐宗待了。我明白。否则我们全宗都要被他吸成凡人了。不过，他可以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快乐宗的本源之地。这家伙到底还是个问题学生。顾长生1丹，赵立武1丹，还差1丹。20天了。才搞定2单，最后10天上哪儿找去？亲，温馨提示：本月 KP 倒计剩10天，当前进度66.7%，若未完成，修为清零哦。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
该客户已被卷王门拒绝3次，建议您不要费时间。慢灵根，吸收速度是别人1/10，但效率是10倍。卷王门不要，那正好啊，我给他找个反类卷的宗门。沈都道友，我是万界宗门中介的林修远，听说你还没找到宗门。你话不多啊？急什么？这人比我还能躺。那我直说了，卷王门拒绝你3次，我知道。他们嫌你修炼慢，对吧？但我觉得慢不是问题。你觉得？对，我认识一个宗门，叫躺平宗。躺平宗？对，不催人修炼，想练就练，不想练就躺着。听起来不错。不收徒了。为啥？已经有一个舔舔住了，够吵了。他吵？天天练剑，从早练到晚，练得山门都在抖，还喊口号：“我要变强！”他一个人把全宗的躺平氛围都破坏了。完了，最后一个选项也黄了。你不着急？急什么？那你到底想去什么宗门？我想去一个不催我修炼的地方。检测到隐藏任务，找到卷王门的破局之道，奖励解锁宗门评级系统。卷王门，那个练死人的地方。有点意思。这地方气氛比当年我被开除那天还压抑。再来，再来！不能停，不能停！这哪是修仙，这是军训吧？有点吵，有点吵。你就是那个中介？正是，万界宗门中介林辉远。他，慢灵根。对，吸收速度是别人1/10，但废物一个，我不要。我这里的弟子每天修炼16个时辰，少1个时辰都是废物。我准备了半天的 PPT， 一个字都没用上。姬真人，你听我说完。他慢，但他效率高。效率高？他吸收速度是别人1/10，效率再高有什么用？他吸收慢，但每一点灵气都吸收干净了，不浪费。别人修炼是粗放式，他是精耕细作。你想想，10个弟子9个卷废了，剩下1个也垮了，有什么用？修炼不就是要吃苦？不吃苦怎么变强？你让我每天练16个时辰，我活不过3年。我按自己的节奏，1年练出的成效顶别人1个时辰，但能活3000年。你要熬垮的弟子，还是能长久的强者？你留下来试用3个月，3个月后，如果你的修为进不了前20，你走。好，
3个月足够他改变整个卷王门了。拓展任务3单已完成，奖励结算中。本月 KPI 已超额完成，但下个月的任务正在生成中，请做好准备。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啊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也是。这俩不会搞出什么大事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你那个姑娘出事了，速来青云宗。出什么事了？她受伤了。怎么了？食堂不好吃？哥哥，我是不是不行了？以前突破像喝水，现在像在啃石头，3个月了，一动不动的。我是不是到头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穿越前被公司开除了，3个月零成交，每天坐在公司看着别人，自己1都没有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不成交不是我不行，是市场不好，产品不对。你也不是不行，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你长得太快了，它没跟上，等等它。那你当时等自己了吗？我没等，我穿越了。所以你别学我，你等自己一下。这丫头哭起来还挺有劲儿。甜了。练气5，练气6，练气7，练气8，练气9。可别真塌了，赔钱！我赔，让我先缓口气。前辈，出事了。谁打的？卷王门的人说我是躺平宗的废物，要跟我切磋。你答应了？我没答应，他们直接动手了。我打不过他们。练气9，连金丹都打不过，我能怎么办？走，找人去。找谁？周婆婆。哟，这是被打劫了。婆婆，卷王门的人动的手。卷王门嘛，极真人底下的弟子，个个跟疯狗一样。我想去找他们立论。立论？你跟疯狗讲道理？你去找他们没用，但你可以去找卷王门的宗主。副宗主？
他姓曼，是极真人的师弟，一直被极真人压着，早就看不惯卷王门的做法了。他能帮我们？能不能帮，得看你说的。去吧，别在这儿碍我织毛招。记得带点茶去，他爱喝茶。请问，是曼真人吗？你就是那个中介，我师兄跟我说过你带来的那个曼灵根沈度，我观察过了，他不错。但你那个躺平宗的赵铁柱，他太卷了，跟卷王门的弟子一样，迟早会出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让他停下来，否则他会把自己练废了。你什么你？喝酒去，我请客。慢点喝，没人跟你抢。前辈，我不卷，我拿什么保护我妹？我爹娘当年也是这么说的，说别太拼，慢慢来。哥，又喝多了。翠花，你哥他爹娘怎么走的？我爹娘都是散修，穷，没零食买灵药。那年山里闹兽潮，我爹断了条胳膊，伤口感染了。我娘跪了3天，借不到1块灵石，买不起1颗清毒丹。我爹死的那天晚上，我娘也跟着去了。我哥那时候才12岁，背着我从那个村子走了3天3夜到镇上。他跟我说：“翠花别怕，哥在，哥会变强，强到谁都欺不了咱们。”前辈，你一夜没睡？你妹有我看着。你弟子的身份也稳了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扛所有事。你卷可以，但别把自己卷死。你死了，你妹谁管？今天别练了，休息1天。前辈，我活了20年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说你不需要一个人扛的人。别叫前辈，叫哥。哥，别哭，我衣服上都是糖糊汁。检测当铁柱对我好感度提升至信任，中条力加50。这系统还挺会挑时候。沈度，3个月到了，你修为排名全宗第25。我知道。我说的是前20，你连前20都没进。我每天只练4个时辰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每天只练4个时辰，剩下的时间喝茶、睡觉、逛集市，你这就是偷懒。你让我练16个时辰，我练不了，但我练4个时辰，效率是弟子练16个时辰的2倍。你算算，谁划算？
你吸收灵体的效率是其他弟子的10倍。10倍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慢，但我稳，每一点灵气都吸收干净了，不浪费。成了。季真人，您看，你带来那个审度，让我觉得我这些年可能都错了。我一直觉得修炼就是吃苦，不吃苦怎么变强？可那个审度，每天只练4个时辰，喝茶睡觉逛集市，效率却比谁都高。你说我是不是太急了？季真人，您没做错，您只是太想让他们变强了。从今天起，卷王门不再强制天修炼16个时辰，改成效率优先，时长自定。你们自己决定每天练多久，练到程度。宗主，那我们卷什么？卷效率，不卷时长。改革。你真走啊？你可是大师兄了。大师兄有什么好当的？我当初来卷王门，只是想找个地方住。现在卷王门变了，我待不待着都一样。你是我见过最不像中介的中介。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卷才能活。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感动，但你的报酬我还没给，我穷，先欠着。你走吧，别回来了。隐藏任务：卷王门的破局之道已完成，奖励解锁宗门评级系统。这单做得值。4个维度：灵脉环境、食堂品质、师门关系、毕业潜艇。弟子匿名打分，满分10分，算平均，凭星级。成本多少？竹签、纸墨加起来不到3块零食。可以投。孩子，你弄这个，正统联盟那边能认？不需要他们认，让散修认就行。第一个认证牌叫小宗门联盟星级认证，谁先来？白真人，您亲自来。第一块牌子，青云宗要了。这效率比现代企业还卷。灵脉环境8分，食堂品质9分，师门关系7分，毕业前景8根，平均8点，4星。第二个，随便写的。你看，我们宗门的灵脉环境评分肯定高。为啥？因为我们灵脉没用过，没消耗。不对啊，贤真人，你们灵脉是枯的，枯的也是灵脉，这逻辑没毛病。灵脉环境0分，0分，凭什么？枯的灵脉跟没有一样。那我问你，我宗门弟子有没有灵脉用？没有。那不就结了？没有灵脉就不会有灵脉冲突，不会有灵脉抢夺，弟子们关系和谐，这叫灵脉环境和谐。风险系数0，可投。那怎么打分？躺平能省饭，弟子们不吃饭等于每天省3块零食，1年省1000多块，这不比食堂评高？满分？满分。孩子，你给躺平宗4星半，是想笑死正统联盟吗？婆婆，您不觉得躺平宗比青云宗更幸福吗？4星半不错，比青云宗还多半板，以后躺着也能拿牌子了。我搞了个认证体系，结果被一个躺着的人拿走了最高分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你就是林修远，正是在下。这位道友有事？你认证的星级认证侵犯了我们天机阁的知识产权。知识产权？修仙界也有知识产权？我们天机阁的人才评价体系已经用了300年，你这就是抄袭。那你们用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小宗们还是没招到人？4星半还是我高。孩子，天机阁的律师函了。他们急了。什么？说明我们做对。孩子，你傻不傻？他们18条，你1条都回不了。凭什么？因为你确实没有天赋匹配算法，你那个系统扫描本身就是黑科技，你拿什么证明你没抄袭？我的权限是天地秩序训认证，他们无权干涉。天地序认证，天机阁宣称执掌天地法规，这话你信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柳道友，一个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发传单。你那个认证我查过了，漏洞百出。
那你帮我补。你让我帮你？你不是说我们不是敌人吗？那你帮我补漏洞，我帮你查数据，合作共赢。他不是不想合作，他是在怕什么？你那个认证评分标准是什么吗？哎，你不就是那个发传单的？你朋友啊，他天天在集市上发传单，嗓门挺大，人挺逗。你倒想干嘛？我说了，合作。说过了，你查我的认证，说明你在意我做的事。你在意，就说明你心里有想法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跟你合作？因为你没走。你那个认证评分标准是什么吗？宗门规模、灵脉质量、师资力量、弟子满意度、旧阅历5个维度，每个维度20到30分，总分100。旧幼率你怎么算的？各宗门报上来的人数能信？你问到点子上了。我让宗门自己报数据，然后我再随机抽查，查到造假就降分，3次造假直接取消认证资格。你查过几家？目前还没查过。你就是这样做专业认证的？所以我才找你帮忙补漏洞啊。我考虑一下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走，是因为我确实在意。亲，柳如烟对您的好感度加10。我像骗子也不是1天2天了。第二个，随便写的。你看，我们宗门的灵脉环境评分肯定高。为啥？因为我们灵脉没用过，没消耗。不对啊，仙真人，你们灵脉是枯的，枯的也是灵脉，这逻辑没毛病。灵脉环境0分，0分，凭什么？枯的灵脉跟没有一样。那我问你，我宗门弟子有没有灵脉用？没有。那不就结了？没有灵脉就不会有灵脉冲突，不会有灵脉抢夺，弟子们关系和谐，这叫灵脉环境和谐。风险系数0，可投。那怎么打分？躺平能省饭，弟子们不吃饭等于每天省3块零食，1年省1000多块，这不比食堂评高？满分？满分。孩子，你给躺平宗4星半，是想笑死正统联盟吗？婆婆，您不觉得躺平宗比青云宗更幸福吗？4星半不错，比青云宗还多半板，以后躺着也能拿牌子了。我搞了个认证体系，结果被一个躺着的人拿走了最高分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你就是林修远，正是在下。这位道友有失，你认证的星级认证侵犯了我们天机阁的知识产权。知识产权？修仙界也有知识产权？我们天机阁的人才评价体系已经用了300年，你这就是抄袭。那你们用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小宗们还是没招到人？4星半还是我高。孩子，天机阁的律师函了。他们急了。什么？说明我们做对。孩子，你傻不傻？他们18条，你1条都回不了。凭什么？因为你确实没有天赋匹配算法，你那个系统扫描本身就是黑科技。你拿什么证明你没抄袭？我的权限是天地秩序训认证，他们无权干涉。天地序认证，天机阁宣称执掌天地法规，这话你信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柳道友，一个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发传单。你那个认证我查过了，漏洞百出。
那你帮我补。你让我帮你？你不是说我们不是敌人吗？那你帮我补漏洞，我帮你查数据，合作共赢。他不是不想合作，他是在怕什么？你那个认证评分标准是什么吗？哎，你不就是那个发传单的？你朋友啊，他天天在集市上发传单，嗓门挺大，人挺逗。你倒想干嘛？我说了，合作。说过了，你查我的认证，说明你在意我做的事。你在意，就说明你心里有想法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跟你合作？因为你没走。你那个认证评分标准是什么吗？宗门规模、灵脉质量、师资力量、弟子满意度、旧阅历5个维度，每个维度20到30分，总分100。旧幼力你怎么算的？各宗门报上来的人数能信？你问到点子上了。我让宗门自己报数据，然后我再随机抽查，查到造假就降分，3次造假直接取消认证资格。你查过几家？目前还没查过。你就是这样做专业认证的？所以我才找你帮忙补漏洞啊。我考虑一下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走，是因为我确实在意。亲，柳如烟对您的好感度加10。我像骗子也不是1天2天了。林修远，出来。婆婆，您别出去，我去跟他们说。中介所，一个小宗门联盟的幌子，砸了。孩子，你只管躲。婆婆叫人。师傅，300年前的信号弹！当家的，把家伙拿出来，咱得去一趟。哥哥出事了！哥哥出事了！终极信号弹，300年前的东西还有用？哥哥，谁砸你店？混沌圣体，就这？炼气还是筑基？你没事吧？林哥，谁他妈砸你店？老子的拼了！老子的合作方，谁敢动？别的
抖了，耳朵不好使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重组真的要来了。别在这里说，走，回去说。孩子，去哪？回去审狐狸。看够了没？你一直蹲在我肩膀上不说话，谁没事跟一个中介聊天？你倒是会挑时间开口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上古神兽超风，被冻了3000年，你把我捡出来了。系统说你没修为，你那系统权限不够，看不起谁呢？他只是天道市场部的小工具。我当年跟天道打架的时候，他还没出生。你跟天道打架？我输了，被冻了3000年，但天道也没赢。他制造了重组系统来修复自己，结果现在重组系统失控了，要毁灭修仙界。那我怎么办？你继续干你的中介，但别让重组系统找到你，否则你就是天道再平衡计划的执行者，他第一个要灭的就是等等，你说清楚，什么叫天道再平衡计划的执行者？你那个系统是天道投放的市场调节工具，你负责帮他平衡修仙界的生态，把天才送到合适的宗门，让散修有去处，让小宗门活下去。但重组系统不这么想，他觉得平衡没用，要清空重来，把整个修仙界打碎，重新造一个。那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是一个卖房子的。那重组系统的核心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它的信号源就在玄天大陆。你那个系统面板上显示的30天内抵达，就是它。天道再平衡化完成度0.7%，警告：反平衡势力正在激活，检测到重组系统信号源，预计28天后抵达。28天够我跑路吗？跑不掉。你是执行者007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那你呢？我跟着你，你跑我也跑。你也不靠谱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刚才说的那些，再说一遍。你说重组系统要来了，而且我是执行者007，是他的首要目标。我说，重组真的要来了。身上那道天命印记有异动，自行感知。警告重组系统还有15天到达。15天？是的呀，宿主，15天。昨天还说是28天，
你们系统更新都不通知用户的吗？他提前移动了，说明他感应到你了。感应到我？你是执行者007，他要清空重来，第一个要灭的就是你这样的变量。15天够我跑路吗？你跑得掉吗？那我去找周婆婆。孩子，你知道婆婆这把年纪最怕什么吗？最怕听到“真的”2个字。坐下说，孩子，婆婆给你指条路，你那个小宗门联盟现在该用上了。联盟？300个小宗门，你救过他们，帮你跑过不帮，他们欠你人情，现在该还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那个净盾手柳如烟，他也是执行者。什么？你得先跟他合作，不然你们俩谁都活不了。他之前还骂我卖房子的。骂归骂，命归命，你去找他，就说007请求008支援。你怎么知道编号？档案馆晚上不对外开放。我不是来查档案的，我找你。你又来干什么？你那系统又 bug 了。你是008，我是007，咱们得合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的。我也给你看我的。天道再平衡计划执行编号08，已完成人才配237例，进度占比2.1%。天道再平衡计划执行者编号007，完成度1.2%。你那个系统是低配版。低配版？我的也是。我们俩的任务加起来，才能凑够触发天道防御机制的条件。所以你也是市场部的？那咱们算是同事了。合作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你那个小宗门联盟数据全部共享给我。那我呢？我帮你优化天赋匹配算法。你那个算法比我的好。你那个系统扫描有 bug， 它只能识别标准灵根，变异灵根全判低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的系统也漏过，后来我发现了。你的数据我导进来了，这个人顾长生，300岁炼气期。我记得，我给判了无潜力。你那边呢？我也是，
变异灵根漏判，检测到修士顾长生，特殊体质标记生成。但刚刚系统的低语我听到了，他备注推荐这人去快乐宗。对，快乐宗专修情绪功法，我觉得他那个笑面佛的气质配的。情绪功法，他进去之后，修为从炼气飙到金丹了。快乐宗那边说他是百年难遇的奇才。情绪灵气，这不是灵根变异，是灵根污染。他吸收的不是灵气，是别人的情绪。那他不是废材，是移动冲天宝。你那个系统比你想象的聪明。修士顾长生，灵根非变异，属情绪亲和型特殊体质，适配情绪类功法宗门。什么意思？你那个系统扫描时识别到了变异灵根，但他没判低失，而是给他标记了情绪亲和。那我的系统不是有 bug 吗？不是 bug， 他的算法比你想象的高级。他知道情绪灵气是变异灵根里最有价值的一种，只是他没告诉你。那他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他不需要你理解，他只需要你执行。所以，我的系统比你的大数据更准。这次是。那你算承认了，我的地推比你的大数据更靠谱。哦，你踩了狗屎运。快乐宗的价值不在修为，在情绪灵替。它能对抗重组系统的傀儡化。傀儡化？重组系统控制的傀儡大军，本质是剥离了自我意识的修士。情绪灵气能唤醒他们的意识，因为情绪是自我的基础。那古神不是移动充电宝，是反傀儡武器。对。我建议你去找周婆婆，把快乐宗拉进小脏门联盟。情绪灵气有特殊价值，快乐宗具备对抗傀儡化属性，建议纳入联盟合作名单。你的系统已经完成判定，他的对话已经给出最终答案了。这门是不是快塌了？这叫随性风。里面在干嘛？庆典？进去看看。这是什么？笑声能修炼？林道友，你可算来了。我们快乐宗什么都好，就是没人来，因为大家觉得我们不正经。我理解。他们练多久了？3天，从顾长生来了之后，就天天这么练。他说他欠你人情，所以练得特别认真。情绪灵气的覆盖范围是多少？方圆100里皆可覆盖。那投资回报率呢？3里范围覆盖3个小宗门，如果用来防御，成本回输期6个月。投了。修仙界的企业文化培训，我服了。乐宗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林道友，我最近能听到一些东西。听到什么？重组系统的信号源好像不是从外面来的。
内部什么意思？我吸情绪灵气的时候，能听到地底深处有东西在说话。他说：“快了。”哦。翠花，翠花，醒醒，帮我做个东西。我懒。不是，这事儿很重要。做完家10顿饭。20顿，先付。20顿，我先付。行，20顿先付。3天后我来拿。这是什么？灵石探测雷达能扫到第300丈的灵脉分布。300丈？别问我怎么做的，我懒，不想解释。 20顿饭，明天开始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灵脉空洞，是重组系统的发射塔。发射塔？它在发射什么？它在发射预制飞升的信号，所有被它覆盖的区域，修士的修为会被预制成固定的路线，失去自我选择的自由。这就是重组的真正含义，把所有人变成统一规格的修士。那它覆盖了多少区域？整个玄天大陆。泡泡，这是什么呀？终极信号弹，300年没用过第2次喽。孩子，你确定要跟正统联盟干吗？不是干，是谈哦。哼，那帮老顽固，你跟他们谈？我卖房子的时候，跟最难缠的客户也谈过呀。哥哥，又要打架吗？不是打架，是谈判。我需要你们撑场面哦。林小子，你这次动静有点大。我带的弟子最多，37个呢。林哥，我带了全宗兄弟来了。哥，这场面撑得有点大呀。不大，刚好。林道友，你怕不怕呀？怕呀。那就对了，笑一笑就过去喽。
林修远，你带这么多人是想造反？不是造反，是想让你看看你护着的正统底下有什么东西。那个东西300年前就有了。300年前？我们以为是上古遗迹，没在意。直到50年前，魔教教教主开始用预制飞升邪术，我们才发现那东西是活的。活的？它一直在吸收灵脉能量，一点点壮大。我们想毁掉它，但毁不掉。为什么毁不掉？它跟地脉连在一起，毁了它，玄天大陆的灵脉会崩溃，所有修士都会遭殃。那你们就什么都不做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尝试毁掉它，但失败了，所以我们把消息压住了。你们压住了消息，也压住了所有人的命。300年，你们瞒了300年。你知道这300年来有多修士被预制飞升害死？你知道那座发射塔已经吞了多少灵脉吗？我们怕引起恐慌。怕恐慌？你们更怕失去权力吧？你说的对，毁不掉，但至少别再瞒了。哥哥，谈得怎么样呀？哥哥，我们怕引起恐慌。林萧远，我青云宗跟你站在一起。真人，你说的对，压住消息不是保护，是逃避。我活了500年，不想再逃了。白云真人，谢了。别谢我，我只是不想等我死了，后人问起来，我一声不吭过。我有个计划。那座发射塔毁不掉，但我们可以把它封住。我支持林修远。阁主，你疯了！他是正统联盟的眼中钉。我知道，他那个计划用灵脉砌墙，整个玄天大陆的灵脉都会影响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？谁反对？现在可以走。林修营，我天机阁剩下的都是你的人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算了一卦。算卦？卦象说，天道再平衡，非中介不可成。他真算过，他的卦比我的数据准。你们天机阁的业务范围是不是有点广？各位长老，我这里有份数据，想给你们看一下。发射塔的信号覆盖范围已经覆盖了天机阁所有弟子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可以自己查，每个弟子的灵根数据，最近3个月变化曲线都趋于标准化，灵根属性被压缩，修为增长路径被固定。这不是天赋，是预制。林修远，你过来。我算的卦里还有一句：重组系统的核心不在发射塔，
在魔教教主身上。什么意思？它是人形发射塔，地下那个是备用电源。那我们要毁掉2个？对，而且必须同时毁掉，否则一个会重启另一个。林道友，我算了一笔账。你算的账从来就没好话。要对付发射塔，需要宣块上品灵石，雇佣300个筑基期散修，买100把赵翠花的一次性爆破飞剑。1000块上品灵石，你把我卖了都不够零头。我全部家当加起来刚好够。你疯了？没疯。你全砸进去，万一输了，你连裤衩都没了。投资回报率，这次不是数字，是命。你赢了，我活着，灵石还能赚回来；你输了，我灵石再多，也是给魔教教主当嫁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见过最不像中介的中介。你居然真的在护货。行，我收下，但赚了钱还你双倍。哈哈哈，成交。他喜欢你。你闭嘴！我说的是实话。不能再等了。写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我是003，坐标灵兽大陆重组系统，我来了，正在打。我是015，坐标幽冥界，我们已经打完了发塔炸了，但核心没着。我是022，坐标东荒，我们这边发射塔是假的，魔教教主本人就是核心。魔教教主本人就是核心？检测到跨位面支援请求，当前已有7位宿主响应，预计3日内抵达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卖房子了。这么多人。我这边打完就去帮你，等我3天。我是011，坐标灵兽大陆，我这边物资多，需要什么说话。你那边顶住，我们这边刚打完，明天就出发。我以为就我一个。我也有系统。不是，我以为所有宿主都在各自为战，没人管别人死活。你没看论坛公告吗？系统论坛的置顶帖写的是：宿主互助是天道再平衡和计划的最后一道防线。3天。3天后7个宿主到了，我们就有胜算了。前提是他们能活着到。什么意思？重组系统不会坐视不管，跨位面支援会被他拦截。那怎么办？你发帖子的时候没想过这个？想过。
各位，欢迎。真言方位，我说东，你们懂？东就是左边。左边是哪个方向？我画张图啊。你画的这个北是指针北还是真北？什么？指针北和真北偏差3度，差一厘，阵就偏了。就一个方向，那不行，方向不对，阵就不对。那你说怎么画？哦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这是阵法的基本结构。各位，咱们统一下语言，用撤退、进攻、防守、支援这4个词，行不行？好，可阵眼方位，我说东，你们懂？东就是左边。那这边是东？对。那我要怎么知道你画的左边是不是我看到的左边？我想辞职。而我。你说什么？他说这条线是进攻路线，但是他带的灵兽要绕路，这里太窄了。你听得懂？待得久了，听得懂兽语。这个3后面是支援？对。找了你半天，又瓶颈了。咋？没味儿。哥哥，我是不是永远都突破不了金丹了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上次突破到筑基，我差点疼死。灵气冲进来的时候，像有人拿刀子在我经脉里刮，我咬着牙熬过去了。但那种疼，我不想再试第2次了。你混沌圣体吸收灵气太快，身体跟不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体质的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个办法。什么？你试试不让灵气冲进去，而是流进去，像喝水一样，别像灌。你平时喝水，一口一口慢慢咽，不会呛着，对吧？但你要是一口气灌1整壶，指定呛得你直咳嗽。灵气也一样。你做，我试试。真的？什么真的？灵气没有反噬，它像水一样慢慢流进去了，很舒服，不疼了。那就行。哥哥，你怎么懂的？我卖房子的时候，有个客户说房贷压力太大，我跟他说别一次付钱，分期就行。你这也一样，分期突破。
哥哥，我突破了。金丹，金丹中期。你分期对的可真快。因为我想保护你。行了，下山吧，柳如烟那边还得等消息。睡不着？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怕我推荐的那些散俗上了战场被重组系统控制，变成傀儡。那是我推荐的，是我匹配的。如果他们的命是因为我丢的，你那个竞业协议能防住重组系统吗？不能。那你觉得那些散修为什么愿意来？因为我帮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宗门。那他们来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他们自己。你只是帮他们找到了路，不是替他们走路。他们要走偏也是走自己的路，不是你的错。你说的对。林修远，打完这一仗，我请你吃饭。你也会请客？我学你的。你确定要进去？林道友，久仰。你那个邀请函写得挺客气。坐，茶刚泡的。你那个中介所我听说过，很厉害，过奖。你那个重组系统我也听说过，很不是东西。你错了，重组系统不是我的，它是天道的另一个版本。你那个再平衡计划是温和派，我这边是激进派。我们做的同一件事，让修仙界回归平衡，用玉质飞升把所有人变成傀儡，叫平衡？不，叫统一。统一了就没有内卷了，没有竞争了，没有痛苦了，也没有自由了。自由，自由就是让你选择卷或者躺平，选完了还是痛苦。我给你的是不选的自由，你这不是自由，你这是预制好的答案。那你的答案呢？你让他们选，选了之后他们就不痛苦了？至少是他们自己选的。你以为你让他们选，你那个系统就不是预制的？你的系统也是天道做的，天道做的都是预制的，包括你。我没法跟你谈，因为你不是客户，你是骗子。那打吧。林修远，你那个系统也是天道做的，天道做的都是预制的，包括你。预制的。
各位，哥哥，你紧张啊？有点儿。明天就要打了，我没什么大道理，就一句，我是卖房子的，你们是修仙的，本来八竿打不着，但你们相信我，愿意把命阿在我这个中介身上，那我得对得起这份信任。哥哥，你售后我还没做完呢。打完我就做。讲的挺烂的，我知道，但听懂了。林修远，怎么了？重组系统的核心我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魔教教主心脏里，他是活体核心，打碎他的心脏，重组系统就停了。他修为渡劫巅峰，我打不过。你那天跟我说的分期突破，苏小棠试了，有效。哦，混沌圣体可以分期输出，你把所有返还修为分3次释放，就能撑住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卖房话术？跟你学的。明天我站最前面。003带灵兽冲左翼，015带幽冥鬼车防右翼。02，你在东边办布置阵眼，别让防御阵合上。阵眼已布，五行归位，天罡地上。好，你继续。打。赵翠花，你还有多少飞剑？赵翠花还有多少飞剑？还有刚刚从10把。留2把备用。哦。我说留2把。我忘了。还有多少？哦，还有8把。够了。哥哥，缺口要开了。所有人退后30丈。001说的核心星就是这个。全天天大陆所有修士修为清零。清零。哥哥，还打吗？打。天道再平衡计划完成度12%，警告：取消核心摧毁情作，可选择封印方案，将核心封印在地底，每年消耗1000块上品维持封印。封印？封印靠谱吗？封印需要每年消耗灵石，钱多多能撑几年，但钱多多撑不了永远。系统全部提现。亲，确认提取所有累计返修为，本次提取将一次性完成，修为将全部用于核心摧毁执行后，您将回归凡人，且系统进入永久休眠。确认。哥哥，没事，我卖房子的时候也没系统。确认成功，开始提取。3、2、1。哥哥，天道再平衡计划完成度100%，执行井编号007，感谢您的服务。系统休眠倒计时10、9、8。哥。5、4、3。哥哥字歪了没？往左一点。现在呢？正了。看什么呢？看以前的记录。你写什么呢？写你。写我什么？写一个卖房子的怎么教我做 HR。你这话说的跟骂人似的。以后不写竞业协议了。那写什么？写补充说明，关于人情的补充说明。哥哥，食堂长老刚才来了，说青云宗的糖葫芦断货了，问你有没有路子。我卖房子的时候也没卖过糖葫芦啊。你现在卖了。
林道友，你那个系统休眠了，以后怎么接单？用手接，用嘴谈，用脚跑，跟以前一样。那投资怀败率可能比以前低。低就低，反正我也不会干别的。那我投你，按利润分成3期开，46，成交。哥哥，食堂梁爽说要50串。行，我去进货。阿勇士，食堂每天供应糖葫芦，不限量，列入必修课。这叫提升宗门幸福感。宗主，这糖葫芦跟修炼有什么关系？你修炼的时候想吃糖葫芦吗？想。那就对了，想吃到，你练进去吗？第二件事，弟子修炼时间弹性制，每天至少4个时辰，但可以时段不用一次练完。分时段，那怎么管？你徒弟练不动了，你逼他练，他走火入魔；你让他休息，他休息好了回练，效率更高。这要牢记贺。他说的对，我一直逼你们练到你们想跑，现在你们自己练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还有第3件事，以后青云宗的食堂每天供应3餐，宵夜1次，糖葫芦都算宗门开支。所有这零食够吗？我帮你们找供应商，量大从优。我算过了，成本可控，利润空间还有3个点。我该退休了，云游去。师傅，你比我适合当宗主。糖葫芦，给我留1根。哼。哥哥，我当宗主了。厉害。你以后还会来青云宗做售后吗？做，你是我第1个客户，终生售后。行了，宗主掉眼泪传出去不好听。那你还得帮我进货。行。请问这里可以测灵根吗？可以，进去左转登记登记，出门右转第3个摊位免费测灵根，测完回来我帮你分析宗门匹配度。啊，没别的流程？有，测完跟我说你爱吃啥。别问了，这家店就这样，靠谱。土灵根中品，适合去清风宗或者杂物宗，你选。我选哪个？清风宗灵脉好，晋升快，但竞争大；杂物宗轻松有食堂，但修为长得慢，你自己想。你要是纠结，先去青云宗吃顿饭，回来再决定。林道友，你那个系统休眠了，以后怎么接单？用手接，用嘴谈，用脚跑。那收益呢？没算过，但够吃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传单都发完了，也不知道去印。婆婆给你联系了印刷坊，5块零死1000张，量大还能打折。谢谢婆婆。别谢，帮我要回那20块零食房租行。我一个卖房子的，在修仙界开了个中介所，好像也还行。亲，系统休眠前为您推送一条跨位面合作机会，零售大陆的零售们想找跨位面饲养员，是否接单？滚！